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双语播客节目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有趣且富有启发的话题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能回到20岁，你会对自己说些什么呢？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，也让我回忆起了很多年轻时的点点滴滴。20岁，那是一个充满梦想和希望的年纪。那时的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期待，但同时也充满了迷茫和不安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有很多事情，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，或许一切都会不一样。所以今天，我想和大家分享，如果我能回到20岁，我一定会告诉自己这5件事。首先，我想谈谈关于失败的态度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害怕失败，害怕犯错。但其实，失败并不可怕，它反而是我们成长的最好老师。每一次的失败，都是一次宝贵的经验。所以，不要害怕失败，勇敢地去尝试，去探索。接下来，我还想谈谈关于自我投资和学习的重要性。年轻时，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还有大把的时间，可以慢慢来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回头看20多岁的自己，那些最痛苦的失败时刻，反而是塑造今天的我的重要转折点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总是把失败看得太重，觉得一次考试没考好，或者工作没做好，就是世界末日。但事实是，没有人会记得你20岁时犯的那些小错误，除了你自己。记得我大学毕业第一次面试被拒绝的时候，整整3天没出门。现在想想，真是太好笑了，那家公司现在都已经倒闭了。失败教会我们的东西，比任何书本上的知识都来得深刻。它不只是让你知道什么方法行不通，更让你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那些让我流泪的失败经历，现在都变成了我最爱讲给年轻同事听的故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谈论成功时总是轻描淡写，但讲述失败时却充满细节和感情？这恰恰说明，失败在我们的成长中留下的印记更深更宝贵。如果让我对20岁的自己说句话，我会说，请多失败几次吧。因为那些看似黑暗的时刻，其实是你在蜕变的过程。就像蝴蝶破茧而出前，必须先经历挣扎。年轻时的失败成本是最低的，因为你还有时间调整方向，重新开始。所以，别把失败藏在心里，当作秘密。大大方方地谈论它，从中学习，然后继续前进。说到失败的价值，让我想起年轻时最该明白的第2件事。20多岁时，你拥有的最大资本不是金钱，而是可以大量学习的时间。那时候，我总急着赚钱，却忽略了最重要的投资，对自己的投资。现在回头看，当时学到的技能和知识，比那些兼职赚的小钱珍贵100倍。记得25岁那年，有个前辈建议我去学编程。我当时想，现在学太晚了吧？真是太傻了。知识永远不嫌晚，只怕你不开始。语言、专业技能、理财知识，这些都是跟着你一辈子的财富。我有个习惯，一直保持到现在，每年至少学一样新东西。去年学了视频剪辑，前年学了心理学基础，大前年是投资入门。你不知道哪片云彩会下雨，学到的知识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派上用场。年轻时最不该吝啬的就是对自己的教育投资。一本书的钱，
一门课的费用，在未来都会变成100倍回报。当然，学习不是只有上课这一种形式。旅行开拓眼界，交友学习不同思维方式，甚至失败都是特殊的课堂。最重要的是保持好奇心和终身学习的态度。说到投资，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和健康。年轻时总觉得有的是时间，身体健康是理所当然的。可到了30岁、40岁，才会明白时间的宝贵和健康的脆弱。所以，如果能回到20岁，我一定会告诉自己，好好珍惜时间。别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，比如刷手机、打游戏到深夜。也别觉得现在还早，等以后再努力。时间一旦过去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同样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年轻时熬夜、酗酒、饮食不规律，看似没什么大不了。但这些陋习会在未来让你付出代价。养成运动的好习惯，保持均衡的饮食，保证充足的睡眠。这些看似简单的日常，其实是最明智的长期投资。健康和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，但它们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。所以，趁着还年轻，好好珍惜它们吧。等到未来回头看，你会感谢现在做出改变的自己。记住，时间和健康一旦失去，就再也无法完全挽回。说到珍惜人生，还有一个方面我们常常忽略了，那就是人际关系。年轻时，我们总想认识很多朋友，参加各种聚会，扩大社交圈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发现真正值得珍惜的关系其实并不多。与其花时间维持大量肤浅的关系，不如专注于培养几个深度的友谊。那些在你困难时伸出援手，在你成功时真心为你高兴的人，才是真正的朋友。我曾经为了维持人际关系而疲于奔命，总是担心得罪人。但现在我明白了，真正的关系不需要刻意维持，它会自然的流动。与其讨好所有人，不如珍惜那些真正懂你、支持你的人。记住，质量永远比数量重要。深厚的友谊需要时间和精力来培养，但它的回报是无价的。当你遇到人生的低谷时，你会发现身边有几个真心朋友是多么幸运。所以，别再为社交媒体的点赞数而焦虑，也别再为无法参加每个聚会而烦恼。把精力放在那些真正重要的关系上，它们会让你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。相信我，10年后回头看，你会感谢自己做出了这个明智的选择。因为真正的关系就像陈年的美酒，时间越久，味道越纯。所以，趁着年轻，好好经营那些值得珍惜的关系吧。说到人际关系，还有一点我想提醒20岁的自己，那就是停止和别人比较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拿自己和他人比较，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时代。看到朋友圈里别人晒出的成就，我们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的泥潭。但其实，每个人的人生旅程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就像指纹一样，没有2个完全相同。你有你的节奏，别人有别人的步调，何必非要同步呢？记住，别人的成功并不代表你的失败。每个人的起点不同，面临的挑战也不同，我们无法简单的用一把尺子来衡量。与其浪费时间在比较上，不如专注于自己的成长。问问自己，今天的我比昨天进步了吗？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你知道吗？那些看起来完美无缺的人生，背后往往隐藏着我们看不到的挣扎。社交媒体就像一场精心策划的展览，人们只展示自己想要展示的部分。所以，与其羡慕别人的精彩人生，不如好好经营自己的故事。每个成功的人都有自己的低谷，每个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闪光点。重要的是，你是否在朝着自己向往的方向前进，而不是你比别人快或慢。记住，人生不是一场赛跑，而是一次独特的旅行。珍惜自己的每一步，因为那是专属于你的精彩故事。说到独特的人生旅程，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，勇敢追随内心的热情。20多岁时，我们常常为了稳定而选择看似安全的路。但多年后才发现，那些最让我们成长的时刻，恰恰是跳出舒适圈的决定。你知道吗？恐惧和兴奋在生理上的反应其实非常相似。当你对某件事感到既害怕又向往时，那可能就是你应该尝试的方向。我认识很多朋友，当初为了父母选择了安稳的工作。10年后，他们中不少人反而羡慕那些勇敢追梦的人。当然，追求热情不意味着一时冲动就辞职，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慢慢为梦想创造条件。可以从下班后的2小时开始，用这些时间培养你的兴趣。当你的副业开始有起色时，自然会有更大的勇气继续前进。记住，世界上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刻。如果你总是等待合适的时机，可能永远都等不到。重要的是开始行动，哪怕只是很小的一步。20多岁最大的优势是什么？就是还有犯错的资本。与其60岁后悔没尝试，不如现在勇敢地给自己一个机会。说到机会，我们不得不提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，理财。20多岁正是培养理财习惯的最佳时机。很多人觉得年轻就应该尽情享受，理财是以后的事。但事实是，越早开始理财，未来就会越轻松。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复利吗？时间就是金钱最好的朋友。即使每个月只存一小笔钱，长期积累也能带来惊人的效果。首先，建议你养成记账的习惯，知道钱花在哪里，才能更好地控制支出。其次，尽量把收入的10%到20%存起来。不要等到月末才存钱，而是发了工资就先存起来。投资自己永远是最划算的投资。学习新技能，提升工作效率，这些都是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。最后，记住一个原则，先储蓄，后消费。不要为了面子或短暂的快乐而透支未来。年轻时培养的理财习惯，会让你终身受益。说到终身受益的习惯，还有一个比理财更重要的，那就是学会爱自己。20多岁时，我总对自己特别苛刻，永远盯着不够好的地方。现在才明白，那个不懂得自我接纳的我，错过了多少本该享受的快乐。你也会这样吗？经常在心里批评自己不够瘦，不够成功，不够完美。其实啊，那些你眼中的缺点，可能正是让你独特的地方。我现在很后悔，为什么当年要花那么多精力去模仿别人，而不是欣赏自己。如今每当看到年轻人因为自卑而放弃机会，我都特别心疼。请记住，你值得被爱，不需要任何条件。
每天早上，试着对着镜子说3件你喜欢自己的事情。刚开始可能会有点别扭，但这个小习惯会慢慢改变你的心态。还有，学会对自己说没关系。搞砸了工作？没关系，下次会更好。拒绝了一个邀约？没关系，你的感受很重要。真正的成熟，不是变得完美，而是学会与不完美共处。如果现在的你能拥抱20岁那个迷茫的自己，生活会轻松很多吧。没关系，现在开始也不晚。从今天起，做自己最好的朋友。你看，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回到20岁。因为现在的你已经拥有了当时最渴望的东西，经验。那些摔过的跤，流过的泪，都变成了今天的智慧。所以与其后悔，不如把这份领悟传递给正在听节目的你。人生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有些路标值得注意。第一，失败不是终点，而是更好的起点。第二，投资自己永远是最划算的生意。第三，健康和时间才是真正的奢侈品。第四，质量永远比数量重要，无论是朋友还是精力。第五，别人的剧本再精彩，也不如写好自己的人生故事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这些心得能像一盏小灯，照亮你某个迷茫的时刻。记住，最好的开始永远是现在。我是主播名字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对了，你最近有什么人生领悟想分享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，你的故事可能正是别人需要的答案。